重生了，重生到了全城大規模停電的前一天。上一世，我經營的進口肉店在明天晚上的高溫斷電中全軍覆沒，價值不菲的肉塊在冷櫃停止運轉後化成了一灘發臭的血水。我一夜後，還因為無法及時供貨，背上高達100萬的負債。妻子蘇之遙因此跟着隔壁和牛店的老板宋雷跑了。我因為受不了破產和老婆跑了的雙重打擊，一時想不開跳樓慘死。真是老天有眼，給了我重來一世的機會。這一世，我不僅要保住我的店，還要趁着高溫斷電大賺一筆，讓那些拋棄我的人付出代價。宏達機電嗎？我要買4台柴油發電機，功率50千瓦的，現在就送。江守安，你是不是瘋了？用我們攒了10几年準備買房的50萬，弄了几台破机器。江老板，我聽說你在這個破店熬了5、6年，好不容易攢了點買房錢，結果卻拿來買了幾台鐵疙瘩。看來你這裡出問題了，還是趕緊去醫院看看吧。现在所有人都觉得你瘋了，你快去联系老板把錢退了，现在就退。只要明天晚上会全城停電，我買發電機是為了保護我們的肉，趁機賺大錢的，你相信我。江守安，你為了這幾塊廢鐵，竟然連全城停電這種瞎話都編得出來，我以前怎麼沒發現你喜歡信口開河呢？你跟我結婚這麼多年，難道連這麼點信任都沒有嗎？沒有，這種天天聞肉臭味的窮酸日子我早就過夠了，憑什麼要對你有信任？我再說一遍，現在就去把機器退了，不然後果自負。不退。好，你不退是吧？不退就離婚。跟着一個拿50萬買廢鐵的窮鬼能有什麼錢？我有房有車，和牛店馬上開業，不如直接跟了我吧。你不是還有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弟弟嗎？我有個親戚在大公司有關係，能直接幫你弟弟安排工作。江守安，我真是瞎了眼才會看上你。江守安，你慢慢玩你的大鐵塊，我和之遙去大房子裡睡覺嘍。蘇之遙，我給過你機會了，既然這樣，那就別怪我不顧念舊情了。守安，你怎麼能用買房的錢買發電機呢？還不快聽之遙的話，把錢退了。爸，這50萬買的不是機器，是我們一家人的命。明天晚上會全城停電，到時候所有的生鮮肉鋪都會遭殃。只要能保住貨，那就是千載難逢的報復機會。可是之遙他已經走了，這婚要是真離了，你以後怎麼辦？爸媽，留不住的人就不必強求了。我現在只想保住咱們這個小家，保住咱們的生意。守安，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我和你媽無條件相信你。爸媽，我要貸款和抵押房子，在地下室建造一个巨大冷庫用來囤貨，這樣才能萬無一失。什麼？這會不會太冒險了？萬一不停電，那我們就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爸，我向你保證，一定會停電的，你們相信我。既然你心意已決，那我們也不攔你了。只是這房子是咱們家唯一的根，你可要想清楚。我想清楚了，富貴險中求，這是我們家唯一一次翻身的機會了，我一定要把握住。守安，媽信你，你去辦吧，家裡的事兒有我們撐着。謝謝媽。喂，是蘇東冷庫工程隊嗎？我要建一個冷庫，越大越好，10倍工錢，明天中午之前必須完工。江守安那個傻子還在折騰他那堆廢鐵，等我這幾百萬的貨翻倍賣出去，他就只能守着破銅爛鐵和西北風了。歡迎各位，今天的和牛全部是空運直達的 A5 和 M9， 品質絕對一流。預定5公斤 A5 眼肉，我要最好的那一塊，3公斤乾式熟成西冷，要切片的那種。給我來10公斤戰斧牛排。大家排好隊，都有貨，別着急。照這個勢頭，不出幾天就賺回本，不到1個月就能翻倍賺。江守安那個窮鬼一輩子都趕不上。守安，對面那個宋磊的和牛店開業，全場8折，全城人都去他那兒訂貨了。你不去搶生意，在這搗鼓什麼冷櫃？趙主廚，只要停1個小時的電，宋磊那冷凍箱裡的和牛不到1小時就得變質，他那幾百萬的貨撐不過今晚。江守安，
你是不是中暑了？这大夏天的，电力公司说了供电充足，怎么可能停电？你听我的就对了。你这几天也少囤活货，多备冰块，肯定用得上。我们酒店后天要做高端烧烤晚宴，全城的名流都会来。你这里现在连块像样的肉都拿不出来。赵主厨，你再信我一回，等明天晚上再来，包你能在我这儿买到全城最新鲜的肉。得了，我也不听你吹牛逼了。既然你这里没货，那我就去宋磊那里预定，你好自为之吧。该说的我都说了，既然都不信我，那就等着后悔吧。老板，完工了。冷库建好了，设備也齊了，現在就等今晚停電，成敗在此一舉。現在該大量囤貨了。喲，姜老板這是要改行搞批發呀？進這麼多賣得出去嗎？到時候全爛在店裡，看他怎麼辦？瘋了瘋了！這天氣熱成這樣，肉放久了不全爛了？我看他是破罐摔了，反正老婆也跑了，乾脆把家底都敗光算了。今天晚上全城就會大規模斷電，我勸你們也提前做好準備，到時候可別怪我沒提醒你們。停電？電力局是你家開的？你說停就停啊？就是，我昨天才問過電力公司，人家說今年供電充足，根本不會停電。我看你是被老婆跑了，刺激的精神不正常了，趕緊去醫院看看吧。別管他了，等他這批肉全爛了，他就知道自己有多傻了。笑吧，現在笑得越開心，晚上哭得就越慘。守安，萬一不停電怎麼辦？那貸款的那麼多錢，我就徹底還不上了。爸媽，你們相信我，今天晚上就會停電。我們能不能徹底翻身，就看今晚了。到時候全城所有的5星級餐館都只能來我們店裡買肉。好，我們再去冷庫監督工人往裡面搬肉。江守安，只要你現在把機器退了，我就撤回離婚申請。這是我給你的最後一次機會，你可要想清楚。字我簽了，機器不退，你走吧。江守安，你是不是瘋了？你真的要為了這幾台破機器毀了這個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不信我，我無話可說。既然你選擇相信宋磊，那就去跟他過吧。好，你真是好樣的！我當初真是瞎了眼才會嫁給你這個窩囊廢。宋磊答應讓我弟弟進國企編制，還給一套小3區的首付。你這些鐵疙瘩能換來什麼？只有一身鐵鏽味兒。我能給你的多了，可惜你不相信我，我也沒耐心等你回頭。我們好聚好散吧。你簡直是個不可理喻的瘋子！這輩子就抱着飛碟過吧！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今晚就是我徹底翻身的時刻。來了。宋磊，今天營業額23萬，預付款收了80多萬，這生意也太好做了。看到了嗎？這就是商業頭腦。江守安那傻子還在折騰破機器，老子已經日進斗金了。怎麼回事？停電了！停電了，居然真的停電了！江守安說的居然是真的，還愣着幹嘛？趕緊打電話給機電廠租發電機啊！哦，對對對，我這就打。喂，機電廠嗎？我想租應急發電機。什麼？全租出去了？電力局嗎？我是和牛店的老闆，我們這兒停電了，能不能優先恢復供電？我店裡的和牛價值上百萬。喂，不，這不是真的。這些肉都已經開始發臭了，再這樣下去，整間店都沒法帶人了。不，花了上百萬，怎麼能就這麼完了？一定有辦法的，一定有辦法的！你趕緊去隔壁借應急發電機，花多少錢都行，快去！好，我去。
你别白費力氣了，全城的發電機早在10分鐘前就全部被搶光了，就連我備用的發電機也被人以10倍高價買走了。江守安说的原来都是真的。现在整个城市的高端餐厅都在寻找肉源，而我是唯一一个有店还有肉的人。宋磊，发电机都没了，我们的店彻底完了。不可能，不可能！我花了上百万，不可能就这么完了！别挣扎了，断电已经超过5个小时了，所有冰柜都失效，你再怎么补救也没用啊！60万，这一块就60万，我的钱全打水漂了。全部都已经开始发臭了。不会的，不会的！啊！进口腌肉60万，干式熟成西冷40万，战斧牛排40万，至少140万都砸进去了。宋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没了，全没了。银行还有80万贷款，我这輩子都還不上了。怎么会這樣？宋老板，我預定的5萬塊錢和牛打包好了沒有啊？什麼味道這麼臭？這些肉全腐爛變質了。我預定的和牛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肉全爛了，發臭了。上百萬的貨全毀了，貨沒了，那我酒店的燒烤晚宴怎麼辦？全城有頭有臉的名流都會來，你讓我上空盤子給他們啊？上百萬的貨全毀了，一塊好肉都沒剩下，我也沒辦法。沒辦法就想辦法，我拿不到貨是不會走的。宋老闆，我們來取昨天預定的 A5 和牛。什麼味兒啊，這麼臭！還取什麼和牛啊？肉全臭了！什麼？我們昨天每人付了2萬塊錢定金呢，現在跟我說肉爛了！天啊，這些肉全都腐爛了！我請了3桌客人晚上吃牛排，你給我這種爛肉，我臉往哪兒擱？不是。是停電了，我也沒辦法，這屬於不可抗力，不是你的錯。行，那現在把錢退給我們，6萬塊，1分不能少。我現在沒錢。沒錢？你收了那麼多定金，跟我說沒錢，錢都去哪兒了？錢我都用來訂貨了，結果一停電，貨全爛了，錢全賠光了。我不管你的肉怎麼爛的，現在要麼給貨，要麼雙倍退錢，你自己看着辦吧。對，退錢，現在就退，我的也退。我也要求賠償雙倍。4萬塊1分都不能少，夠了，都給我閉嘴！你自己不占理還敢動手？你們不是要退錢嗎？行啊，我退給你們！看見了嗎？1分錢都沒有，銀行還有80萬貸款，供貨方還來催債，你們要我退錢，我上哪兒弄錢給你們？那是你的事兒，收了定金就要給貨。給不了貨就要退錢，天經地義。就是，你到底把我們的錢弄哪兒去了？弄哪兒去了？進貨了，全進貨了，140萬的貨全爛了。你們自己看啊，看見了嗎？這就是我的貨，140萬全部變成了這堆臭肉。小伙子，做人要講良心。我攢了半年的退休金給孫子買和牛吃，結果錢花了，肉爛了。你怎麼說也要把錢退給我。良心？老子現在連飯都吃不起來，跟你講良心？憑什麼？少廢話！今天不退錢，老子就拆了你的店！拆啊！你拆啊！反正我這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你們想要什麼全搬走好了。你們快看，街道對面那家店亮着燈呢。有店，他家有店。肉看着好新鮮，比這堆臭肉強1萬倍。走走走，去對面買，還跟這個窮鬼在這耗什麼？有新鮮和牛，我全包了。別全包啊，給我留點兒。他們都走了，全去江守安那邊了。我又不瞎，不用你提醒。你就這麼認了？快想辦法把客人都搶回來啊！
我想什麼辦法？我能想什麼辦法？我現在連發電機都沒錢買。那你就這麼看着他發橫財，看着他從窮鬼變成大老板？那你說怎麼辦？你倒是給我出個主意啊！江守安的店能運轉，全靠那4台發電機。如果發電機壞了，你覺得他還能像现在這麼風光嗎？你的意思是把發電機？沒錯，破壞發電機，它的冷櫃就停了，肉也會爛掉，到時候大家就又回到同一起跑線了。你說的對，我要讓江守安也嘗嘗破產的滋味。別搶，我先來的，那塊乾式熟成西冷是我的，還有新西蘭羊排給我留着。江老板，那扇伊巴利亚黑猪肋排我要整扇拿走。清源土鸡给我留3只，挪威三文魚我要整条，我给你出3倍價格。各位听我说，不用搶，不用哄抬價格，所有肉品按原價出賣。原價，江老板，现在全城就你家有店有肉，你卖原價。对面和牛店100多萬的貨全爛了，現在物以稀為貴，漲點價天經地義。做生意講究良心，各位在這個時候還願意來支持我，感激不盡。今天這肉都原價賣，1分都不多收。現在這麼有良心的老板不多見了。江老板真夠意思，以後我家餐廳的肉全從你這兒借。我們餐館的也是。守安，這冷庫裡的貨這樣下去，恐怕撐不了3天啊。媽，您放心，我心裡有數。這才剛剛開始，全城斷電至少持續1周，我的冷庫囤了足足1個月的貨，夠整個城市的高端餐廳消化一陣子了。守安啊！你這裡的貨這麼全又都很新鮮，你簡直是我的救命恩人。趙主廚，您要多少？5公斤 A5 和牛眼肉，10公斤乾地熟成西冷，再來3公斤戰斧牛排，另外還要我們酒店有高端燒烤晚宴，全城有頭有臉的名流都會來。沒有你的肉，我這老臉可沒地方擱呀！誇張了，跟我來吧，我給您稱肉。打包好了，一共6萬8。你按原價給我啊！守安，你這可是在救命，我給你5倍，34萬。不用，說好了原價就是原價，1分都不多收。江老板這人能處，關鍵時刻不趁火打劫。以後我只認江家鮮肉鋪，誰也別想讓我去別家。江老板，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以後我酒店的肉全從你這兒進。我們也是，以後只認江家。守安，這隊伍越來越長了，咱家的貨夠嗎？媽，不用擔心貨，您和爸年紀大了，可別累着。累什麼累？這叫痛並快樂着。幹了半輩子肉鋪，頭一回生意這麼火爆。江老板，我是錦繡大酒店的採購總監，我要20公斤 A5 和牛，50只乳鴿，15條挪威三文魚。20公斤，你想得美！江老板，我是金茂府餐飲集團的負責人，和牛、羊排、豬肋排、三文魚，我出雙倍價錢，全包了。你什麼意思？凡事有個先來後到。現在都什麼形勢了，還講先來後到？有錢才能買到肉。兩位聽我說，我這裡現在有個規矩，每人每天限購10公斤，不按規矩來的一律不賣。江老板，我出3倍價錢，您通融一下。我出5倍，10倍也不賣。後面還有那麼多客人等着，我不能讓他們空手而歸。江老板仁義，就是我以後只認江家鮮肉鋪。好吧，江老板，那給我来10公斤吧。我也是。好嘞，兩位稍等。守安，今天這營業額我數了3遍，愣是沒敢相信。38萬，一天就賣了38萬。爸媽，這才哪兒到哪兒啊？明天、後天、大後天，只要全城還斷電，我們的生意就不會停。奇怪了，怎麼了？宋磊和蘇之遥一整天都沒動靜。沒動靜還不好，省得來鬧事兒。宋磊吃了這麼大的虧，絕對不可能善罷甘休。蘇之遙也不是省油的燈，我得提前做好準備。守安，都等了2個小時了，他們真的會來嗎？會來的，我了解宋磊，他不是那種甘心認栽的人。來了，爸媽，準備行動。宋磊，快點，好像有人來了。閉嘴，幫我看着點。等我潑完汽油就立馬過來點火。宋磊，晚！江守安，你怎麼在這兒？我不在這兒，怎麼抓你就現身。之遙，快跑！爸，別追了，讓他們跑，就這麼放他們走了？他們可是來放火的。放心吧，他們的行為攝像頭全錄下來了，再有下次，我一定報警送他們進去。就這點膽量還敢來搞破壞，真是讓人笑掉大牙了。幸虧出來的及時，發電機沒有受到損傷。守安，你怎麼知道他們會來？
我也只是猜測罷了。媽，防人之心不可无。宋磊那種人走投无路的時候，什麼都能做出來，得一直防着。守安，你現在真是長大了，想得比我們都周全。爸媽，從今以後，我不會再讓任何人欺負我們一家人了。我江守安說到做到。江老板，我们餐馆需要50公斤 A5 和牛，20公斤羊排，30只乳鸽，10条三文魚，我出5倍價格。张老板，我是4季酒店的，我們出6倍，只要您能保證每天的供應量。我出7倍。我今天只有這麼多貨，和牛、羊肋排、三文魚、土雞，每人限購10公斤，均原價出售。江老板，5倍價錢您都不收，做生意講的是信譽，不是趁火打劫。各位都是做高端餐飲的，以後合作的日子長着呢。江老板這份格局，以後4季佐店的肉全從您這兒進。我也是，以後只認江家鮮肉鋪的肉。守安，貨賣完了？對啊，全賣完了。營業額多少？198萬。多少？198萬，1個上午。对，而且後面還有源源不斷的訂單，我們家要發財了。198萬，加上前幾天的收入，已經300多萬了。我們江家要徹底翻身了。江老闆，明天我還來，您一定要給我留着貨啊！放心，只要發電機還在轉，肉就不斷供。守安，特大好消息！趙主廚，什麼好消息啊？哎，我給你帶來了3位5星酒店的總廚，他們昨天嘗了我從你這裡買的肉，都想跟你談長期合作。江老闆，我是萬豪酒店的總廚，您這兒的和牛、羊排、三文魚品質都是我見過最好。我是景交餐館的，我們想跟您簽1年的供貨合同。我是洲際酒店的，價格您說了算。守安，這3位都是我從業20多年認識的老朋友，人品絕對靠得住。您的人品我是信得過的，不用多說。江老闆，我先說，我們萬豪酒店每天需要至少20公斤的各色鮮肉，包括和牛、西冷眼肉、羊排、豬肋排、三文魚，價格您開。我們景交輸求量更大，每天30公斤各色鮮肉，豬肉、羊肉、海鮮全要，但有一個條件，品質必須始終如一。我們直擊酒店要求最高，和牛要 A5 級別，三文魚要挪威進口，羊排要新西蘭法式切。只要您能保證品質，價格翻3倍我們都能接受。各位總廚，不管是和牛還是羊排，不管是三文魚還是土雞，全部原價。守安，你這人就是太實在了，放着錢不賺，圖啥？趙主廚，我不是不賺，是想賺的長久。現在全城斷電，我趁機漲價賺了一筆。那等電來了呢，誰還願意跟我合作？就衝江老板這份遠見，合同現在就簽。我也簽，算我一個。這3家5星酒店的合同，意味着未來每個月至少有上百萬的穩定收入。上一世我連房租都交不起，這一世我要讓整個城市的高端餐飲都離不開我。差點忘了，還有一個好消息忘告訴你了。您說，我認識的還有3家5星級酒店想讓我幫着牽線跟你談合作，估計當合作，明天就該登門拜訪了。趙主廚，您這是幫了我大忙啊！什麼話？是你幫了我的大忙才對。要不是你，我那晚的燒烤晚宴就搞砸了。這份人情，我老趙記一輩子。宋磊，給老子滾出來！出來，別讓老子進去揪你。趙哥，再寬限3天，就3天，我肯定湊齊錢。3天？你上個月也是這麼說的。20萬貨款，8萬押金，5萬廣告費，加起來33萬0800。零頭我給你秒了，33萬。今天拿不出來，就別怪我。我真沒錢，140萬的貨全爛了，銀行還欠着80萬貸款。我們不管你跟銀行什麼關係，今天這33萬，要麼給錢，要麼拆店。別，趙哥，道哥，你們聽我說，我現在確實拿不出這麼多，但我有辦法。什麼辦法？對面江家鮮肉鋪，他那生意火爆的不行，一天流水幾百萬。只要你幫我搞垮他，他那裡的貨、設備所有收入我分你們一半。你當我們傻，還想拿我們當槍使？
你欠了我们钱，还想拉我们下水，看你活腻的。我错了，赵哥，松手，钱我一定还，一定还。哟，你女人？不是，朋友，就一朋友。我最后宽限你到明天中午12点，到时候如果还拿不出来钱，你这店里的東西一样一样搬走抵债。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是你朋友？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这个？赵哥那些人真能拆了我的店，我得赶紧想辙。宋磊，我问你话呢，别扯开话题。当初你勾搭我的时候怎么说的？有房有车有事业，让我跟你过好日子。现在我跟你了，结果你店黄了，还欠了一屁股债，甚至对外说我是你朋友，你还有良心吗？那你让我怎么办？当着他们的面说我是你男人，让他们连你一起揍。好，那先不说这些，你给我弟弟安排国艺工作的事儿呢，还算不算数？你弟弟？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哪里还管得了你弟弟？这是你当初亲口答应我的，你想反悔？哼，我还答应你我有上百万的货，现在呢？不还是全变成臭肉了？宋磊，你这个骗子！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结果呢？结果就是江守安那个王八蛋走了狗屎运。凭什么他有发电机我没有？凭什么？宋磊，你是个骗子，彻头彻尾的骗子！你去哪儿？不用你管。一个个都他媽看不起我，都他媽覺得我完了是吧？江守安，你以為你贏了？我告訴你，咱倆沒完，就算死也要拉你墊背。不好意思，我們已經關門了，領導7點再來吧。蘇之遙，你來幹什麼？守安，我能跟你談談嗎？我們之間沒什麼好談的。守安，我知道我錯了，我不該不相信你，不該跟宋磊走。可那時候我真的是被他騙了，他說能給我好日子，我一時昏了頭才。守安，我們結婚10年了，10年，你難道一點也不念舊情嗎？我記得我們剛開店的時候，你跟我說，只要2個人一起努力，日子總會好起來的。同樣，我也記得你走的那天，你說我窮酸，說我窩囊，說我身上只有鐵鏽味。我那時候說的都是氣話，我不是真的那麼想的。氣話？那你和我離婚跟宋磊跑了也是氣話。你為了弟弟的工作，為了房子首付，當着我的面數落我沒出息，也是氣話。你敢說這些都只是氣話嗎？你這女人還有臉來？媽，我知道我對不起守安，對不起你們，我只是想來看看你們。別叫我媽，我對不起。當初你當着全街坊鄰居的面罵我兒子窩囊廢的時候，怎麼不想想今天？現在看到我們日子好過了，所以特地跑來裝可憐的是吧？不是的，媽，不是這樣的，我是真的後悔了。後悔？如果我兒子沒有賺大錢，我看你這輩子都不可能後悔。媽，別跟他多說了。蘇之遙，你走吧。從你簽下離婚協議的那天起，我們就沒有任何關係。我不走，我們真的就沒有復婚的可能了嗎？沒有，蘇之遙，你現在過得怎麼樣都跟我無關。以後我過得好不好，也請你不要再來打擾。江守安，你真就這麼絕情？我們做了10年夫妻，你說放下就放下。先放手的人是你，是你在我最難的時候選擇了別人，是你在我最需要信任的時候罵我窩囊。我們已經回不到當初，我也不想回去。門在那兒，慢走不送。你心裡真的沒有我了嗎？沒有。兒子，你做得對，那種女人不值得心疼。媽，你放心，我的路只往前看，曾經拋棄過我的人，我一個都不會心軟。你去哪兒了？為什麼一晚上沒回來？我去哪兒跟你有什麼關係？你去找江守安了是不是？回答我！是又怎麼樣？你這個賤人，老子落難了你就去投奔前任，還要不要臉？你嘴巴放乾淨點，你自己沒出息還好意思怪我？我沒出息，
要不是你当初在我耳邊吹風，我能落到今天这個地步？我吹風？宋磊，你做人要講良心。當初是誰主動勾搭我的？是誰答應給我弟弟安排工作的？你現在給我翻舊賬是吧？好，我告訴你，你弟弟工作的事從來就是騙你的。我一個開肉店的，哪來的本事安排國企工作？說什麼？我說我從一開始就是騙你的。這個蠢女人，我說什麼你都信。宋磊，你這個王八蛋，我跟你拼了！你敢打我？打你怎麼了？老子現在什麼都沒有了，還怕什麼？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邊說江守安怎麼窩囊，怎么没用，我能去招惹他，我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让你去招惹他的。宋磊，你摸着你的良心说，是誰先在我店裡递名片的？是誰天天发微信说只要你值得更好的？是谁開着新車在我店門口轉了3天，就為了讓我看見？那又怎樣？我給了你機會，你情我願的事兒，現在全怪我了。宋磊，你說的對，我是貪，我貪你嘴上說的好日子，貪你給我弟弟畫的大餅。可你呢？你從頭到尾就只有張嘴皮子，房子是租的，車子是貸款買的，連店裡那幾塊招牌和牛都是賒賬來的。你他媽閉嘴！我偏不閉嘴！你這個騙子，窩囊廢！你連江守安一根手指頭都比不上，至少他踏踏實實幹了10年。你呢？你除了吹牛還會什麼？再罵一句試試。我罵了，怎麼了？你也就只會衝女人發脾氣了，有本事把討債的人打一頓啊！是，我他媽就是窩囊。我要是真能狠下心，就該在停電那天晚上把江守安的店一把火燒了。宋老板，錢準備好沒有？宋老板，你這店都快成垃圾場了，還做不做生意了？趙哥，不是說好了再寬限幾天嗎？哼，寬限？昨天給你寬限到今天，今天你還想寬限到明天？宋磊，你當我趙三是開慈善堂的？33萬，1分都不少。今天是最後期限，拿錢。三位爺，我真的拿不出來。你們也看到了，我這店已經廢了，貨全爛了。客人都跑對面去了，我現在連電費都交不起。少廢話，快點把錢拿出來！我真的沒錢呀！你們就算把我打死，我也變不出33萬啊！我看你倆昨天晚上睡得挺踏實，要不讓你女人幫你還點？她也沒錢，她就一小跟班，身上啥也沒有。她就是想跟我撇清關係，這個窩囊廢。行，沒錢是吧？沒錢就用東西抵，搬，能搬走的全搬走。連包煙錢都湊不出來，窮成這樣了還敢開肉店？黃哥，別拆空調，這是我租的店面，拆了房東要找我要錢的。滾！誰找你要錢，你求誰去？這個還能用，回頭刷點錢出來。趙哥，求你了，給我留條活路吧！那 POS 機是我抵押了身份證租的，沒了它，我連最後一點翻本的機會都沒了。翻本？你拿什麼翻本？你上百萬的貨都爛了，銀行催債的馬上就到。宋磊，你翻不了身了，認命吧。趙哥，能拆的都拆了，就剩牆上幾張海報和地上那堆臭肉了，要不要也搬走？臭肉留着餵蒼蠅吧。宋磊，我今天給你留個底，這些東西加起來頂多值個5萬8萬，剩下的25萬你欠着我，跑不了。我知道了。我給你1個月，湊不齊剩下的錢，下次就不是搬東西了，我搬你身上零件，懂了嗎？黃毛，走吧，走了。笑話看夠了嗎？宋磊，你活該。你說什麼？我說你活該。你騙我的時候，騙客人的時候，騙供貨商的時候，就該想到有經濟。宋之堯，你有沒有良心？我落到今天這步田地，不全是因為你嗎？宋磊，你就是個只會嘴上逞能的廢物，出了事就全往女人身上推，算個屁的男人！我找死！你再敢動我一下試試！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钱没了，男人也没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不要試試看谁更狠？我走了，你这破店，你这个人，从此跟我蘇之遙沒有半點關係。你還想着江守安呢？他是不會要你的。我去哪兒都行，就是不會再跟你待在一個屋檐下了。這輩子我最後悔的事就是信了你的鬼話，親手把好日子推開了。宋磊啊，宋磊，你也有今天。不，我不能就這樣認輸。我宋磊不是那麼容易被打倒的。江守安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賣的是肉，肉是最容易出問題。只要有人吃了你的肉出了事兒，看誰還敢買。這塊眼肉給我來2公斤。好嘞，馬上。我要3公斤乾式熟成西冷。稍等，我這就切。守安，今天這人比昨天還多啊。媽，您和爸別累着，累了就歇會兒。累什麼累？生意好才開心。江老闆，這隊伍都排了半小時了，能不能快點？不好意思，馬上就好。各位別急，貨有的是。給我來1隻清遠土雞，再來2條挪威三文魚。好嘞，爸，您給這位客人稱雞，我來切魚。3斤2兩，算您3斤。老爺子夠爽快。老闆，給我切一小塊和牛，就10塊錢的。10塊錢買和牛？開什麼玩笑？後面排隊去，別耽誤時間，趕着回家做飯呢。大爺，10塊錢確實買不了和牛，這樣我送您1塊五花肉，拿回去燉着吃。我不要五花肉，我就要和牛。我攢了半個月的錢，就想嘗嘗和牛是什麼味兒。行，我給您切一小塊眼肉邊角料，不要錢，送您了，拿好，回去燉着吃，別生吃。謝謝老闆。等會兒我來店門口一躺，宋磊答應我的1萬塊錢就到手了，這錢真好賺。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天啊，這大爺好好的，怎麼突然倒地上了？是不是天太熱中暑了？你看他捂着肚子大喊大叫，不像是單純中暑，看着怪嚇人的。疼死我了，我要死了！我上午在這兒買的和牛，回家吃了就上吐下瀉，現在肚子像刀絞一樣。中毒？真的假的？不會吧，我今早還在他家訂了羊排，晚上打算請客，要是肉有毒那可怎麼辦？就是他家的肉有問題，我吃了就成這樣。別買，大家都別買！小老闆，你快出來看看，出事兒了！人都躺地上了，是不是肉真有問題？大家別慌，先弄清楚情況。還弄清楚什麼？人都吐成這樣了。是他，上午那個買不起肉的老大爺。還以為這就是個吃不起肉的老人家，沒想到竟然是來碰瓷兒的。我要死了！這肉有毒，我要死了！這肉肯定有問題，你看人都吃成這樣了。我剛才還買了3斤羊排，現在想想都後怕。別慌，我先錄像留證據。上午那副可憐相是演給我看的，現在這副死相是演給別人看的。有這演技不去當演員，真是可惜了。大家先別慌，聽我說一句。哎呦，疼死我了！你這黑心老闆賣毒肉！爸，麻煩您去隔壁藥店買2盒催油劑回來。好，我這就去。各位，我江守安的店開了10年，肉品來源每一批都有檢疫證明，而且我店裡裝了高清監控，從進貨到切割，每一個環節都有錄像。監控？什麼監控？宋磊沒說有監控啊！不管了，戲已經演到這份上了，只能繼續裝下去了。哎呦，疼死我了！啊哈哈哈哈！這大爺聽到監控就慌了，果然是裝的。如果今天這位大爺吃了我的肉，真的出了事，我江守安答應承擔他全部醫療費，並賠償100萬。江老闆，這話可不能亂說。就是，萬一真是你肉的問題怎麼辦？100萬可不是小數目啊！我既然敢說就敢認，但是在賠償之前，我得先搞清楚一件事。這位大爺，您能複述一遍，您是在什麼時候花了多少錢從我這兒買的哪一塊肉嗎？我上午10點買的，花了我半個月的退休金，整整10塊錢。10塊錢買和牛，這老頭真敢說啊！就是謊話張口就來，也不怕閃了舌頭。就是只花了10塊，你們管我怎麼買到的呢？究竟這塊和牛是怎麼來的？大家請看這段監控視頻。行，我給您切一小塊眼肉邊角料，不要錢，送你了，拿好，回去燉着吃，別生吃。謝謝老闆。原來是這樣，真是笨。究竟這塊和牛是怎麼來的？
大家請看这段监控視频。行，我给您切一小块眼肉边角料，不要钱，送你了。拿好，回去炖着吃，别生吃。谢谢老板。这不就是刚才那位大爷吗？对啊，视频里听得清清楚楚。姜老板说不要钱，送给他尝尝味。大爷，我上午明明是把这塊和牛邊角粒送你，您怎麼說是花10塊錢買的呢？那可能是我記錯了，但我肚子疼是真的，就是吃了你的肉疼的。媽剛才在街對面把你跟他的對話全錄下來了。麻煩您幫我檢查一下這個大爺到底是不是吃了我的肉，食物中毒了。沒問題，別動，量血壓。我就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是中暑了。對，中暑了，不用檢查了。這老頭我認識，前天還看見他在對面宋磊的和牛店門口跟宋磊說話呢。宋磊就是對面那個肉全爛了的黑心老板。宋磊就是對面那個肉全爛了的黑心老板。你們是一夥的？這老頭也太缺德了，為了錢什麼髒活都接。想跑？污蔑完姜老板就想跑啊？想得美！給姜老板道歉，這事兒不能就這麼算了。姜老板，你還要送他肉啊？老人家不容易，生活有困難可以理解。但不要被人當槍使，到最後只會害了你自己。姜老板，我對不起你。是宋磊，他昨天來找我說，只要我到你店門口躺一下，演個中毒，他就給我1萬塊錢。我鬼迷心竅了，實在是對不住。走吧，以後別再做這種事兒了。日子再難，也要堂堂正正活着。我知道了，姜老板，謝謝你。仁義，以後我只認姜家鮮肉鋪。守安，你今天這事兒處理的真是冒險，爸在旁邊看着都替你捏了把汗。萬一那老頭死不認賬怎麼辦？爸，咱們店裡高清監控裝了3年了，他自己演的漏洞百出，想栽贓也沒那麼容易。守安，趙大廚剛發來消息，他說把你今天的事寫成短文發到本地餐飲圈的大群裡了，好幾百人都看見了。守安，你可真行啊！你是不知道我那短文一發出去，群裡瞬間炸了，幾十個餐飲同行都在底下給你點讚，說你是大格局。趙主廚，我就是做了該做的事而已，讓您看笑話了。這哪是什麼笑話，這是人品。是啊，我本來還想報警的，守安說算了，給老人家留條活路。你想想，這年頭做生意不怕貨不好，就怕人心歪。你今天這手寬嚴並濟，既沒讓碰瓷的得逞，又給足了那老頭體面，你在群裡那口碑直接爆了。好幾個之前還在觀望的餐廳老闆都在問我要你的聯繫方式呢。趙主廚，說實話，我現在最擔心的反而不是生意不夠多，而是我的產能能不能跟上。你也看到了，這冷庫雖然夠大，但要是訂單量再翻倍，憑我目前的幾個人手和庫存，可能就要捉襟見肘了。居安思危，好，這才是一個能做大生意的人該有的腦子。宋磊那種人，就算再給他1萬次機會，也學不會你這格局。趙主廚，過獎了。喂，姜老板，聽說你經營出了大問題，馬上就要倒閉了。你要是有事得早說啊，我這邊給你供的貨可都是走賬期的。陳哥，誰跟您說的？我這邊生意好得很，貨走得比平時還快，怎麼可能倒閉？你別糊弄我，這個消息可是你們街對面那個和牛店的宋老板特意跑到了我公司來說的。他都說什麼了？說你自戀斷了，還說你得罪了大客戶，馬上要破產清盤了，讓我趕緊給你斷。宋磊眼看斷不了我的客源，竟然開始動我的貨源了，真是陰魂不散。陳哥，咱們合作也快3年了，我姜守安什麼時候欠過你1分錢？這樣，今天下午我帶齊所有憑證，親自去您公司找您面談，咱們得當面把事情掰扯清楚，怎麼樣？好，我就在辦公室等你，別遲到了。行。爸媽，趙主廚，我去趟供應商那裡處理點事，天黑前回來。好，路上小心。宋磊，你以為我只有一家店和一顆腦袋嗎？你想斷我的後路，我就讓你看看什麼叫步步為營。坐。陈哥，這是我這3天的全部經營數據，每一筆都有銀行入賬記錄可查。您看看，這樣的流水像是一個即將破產的人能拿出來的嗎？3天賺了300多萬，還不算今天上午的。等下午收攤，我估計還能再進賬大幾十萬。你小子現在這麼厲害了，還真是讓我刮目相看。陳哥，咱們合作這麼久了，您是看着我一步步把這家店做起來的。這話說的倒是沒錯，
所以呢？宋磊那家店上周大面积停电，他100多万的货全烂在冰柜里，现在已经破产了。破产了？他竟然连这件事都没跟我说。他就是见不得我好，想把我的供应商也搅浑，拉我一起下水而已。陈总，这数据真实度很高，银行到账时间也对得上。守安啊，今天上午宋伟来的时候，我确实差点被他那一通胡说八道给带偏了。但你也别怪老哥多想，做我們這行的最怕就是貨發出去收不回錢。陳哥，我理解你，所以我今天不光是來跟您解釋的。我是來跟您談一份新合同。未來1年，我江家鮮肉鋪所有凍品只從您這一家進貨，我當場預付30%的定金，這個條件夠不夠？守安啊，好小子，是陳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這份合同我現在就簽。張姐，冰櫃撐不住了。可不是嘛，我們這街尾的電壓本來就弱，大停電之後一直靠小發電機撐着，再這麼下去，我這一冰櫃的鮮菜全得扔。守安，你命好，早買了幾台大家伙。我們這些小本生意的，一台小發電機5、6千都捨不得換，哪經得起這麼耗？張姐、老李、小楊，我有個想法，我那4台50千瓦的發電機，目前用電量大概只佔了總負荷的60%，我可以拉一條臨時線路出來，每天固定時段共享給你們用。你們該用冰櫃用冰櫃，該冷藏冷藏，電費我只收個成本價，每戶1天50塊，你們覺得怎麼樣？50塊？我們家那小發電機一天燒油都不止這個數。守安，你說真的？可這50塊連你機器造價費都不夠吧？都是街坊鄰居，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平時你們也沒少照顧我生意，現在難處到了，我不能自己吃飽了，讓你們餓着。江哥，我都以為我這水果攤撐不過這個禮拜了。你要是真能拉電過來，我做牛做馬都記你的好。別做牛做馬，把水果賣好，以後多送我幾個西瓜就行。沒問題，以後水果管夠。守安，你這賬算得明明白白的，我們沒二話。今晚回去就把電線拉出來，明早我們冰櫃就能轉起來。守安，你今天這個舉動，不是幫了我們一家，是幫了我們整條街的煙火氣啊！等這陣子過了，我們這幾個店輪流請你吃飯。守安，你今天做的這件事兒，比賺100萬還讓媽高興。媽，這不是應該的嗎？一家好不算好，整條街都好才是真的好。守安，你長大了。爸以前還總擔心你年輕氣盛，不懂人情世故，現在看，你比爸當年強了10倍不止。今天這一步，其實比賺多少錢都值，因為從今天起，我不再是這條街上的一個孤立者，我是這條街的守護者。守安，這位是周銘傳周總，咱們是川味人家連鎖餐飲的老闆，全省30幾家店。全是做中高端川菜的，這麼大的老闆能看上我這小店嗎？他看了我在群裡發的那篇短文之後，主動聯繫我，怎麼說也要跟你見一面。明白了。周總您好，小店簡陋，您隨意看。江老闆，你比我想象的年輕得多，真是年少有為啊！周總才是真正的年少有為，我可比不了。我做了20年餐飲。很少見到一個年輕人有這樣的定力和遠見，不錯。周總給我講了，我也就是運氣好，提前做了些準備。這可不是運氣，這叫系統性思維。周總今天來不會是特地跟我說客套話的吧？有話直說就好了。其實我今天來是想跟你談一份長期戰略合作協議的。我旗下有37家店，遍布全省，每家店每天需要不低於15公斤的高品質肉類，我想全部交給你來供應。如果我簽了這份合同，那就意味着我的生意將從一家店的買賣直接躍上到一個城市的供應鏈。可是我真的能勝任嗎？周總，首先謝謝您的信任，但在談具體條款之前，我得先跟您說明一件事兒。以我目前的庫存和發電機配置，滿足您37家店的日需量還差得很遠，恕我不能簽字。小子沒有立刻接下協議，反而先坦白自己的短板，怪不得那麼多人都願意跟他合作。說說你的想法，周總，
我的冷庫目前最大庫存大概是200立方米，滿足您37家店的日需量，至少需要將這個數字翻3倍。同時，我還需要增加至少6台備用發電機，以及1輛冷鏈運輸車，保證即使在斷電持續的情況下，也能完成跨區配送。這些我都考慮過，你估算一下，達到這個配置需要多少投入？不含冷鏈車，光庫存擴容和設備升級，大概需要350萬到400萬。如果加上運輸車輛和第一批周轉泵款，可能要到500萬。我給你600萬，占你這家新公司40%的股份，運營權全部歸你。另外，我旗下的物流網絡可以分一條支線出來給你做冷鏈配送，3年內不收租金，怎麼樣？周總，這份合作我接了，但我有一個條件。你說，我的新冷客和備用能源體系要建在我指定的位置，而且必須由我自己選材施工。為什麼？我要確保在未來任何突發狀況下，無論斷電、水災還是其他極端情況，這套系統都能獨立運轉至少15年。這會不會有點太鑽牛角尖了？這不是鑽牛角尖。這是我用一輩子的教訓換來的習慣，就按你說的辦。3天淨利潤390萬零8千，加上之前的198萬，目前賬面能動用的資金大概在550萬左右。爸媽，我打算把這3天賺的錢全部投進去，擴建冷庫，增加發電機，另外在外面租個倉庫做第2備用冷庫。全投進去，守安，這可是幾百萬啊！萬一店很快就來了呢？你媽說的對，要不要留點流动資金？萬一有個意外，咱們手上不能一點錢都沒有。爸媽，我算過了，全城大停電至少要持續7到10天，現在才過了一半，正是最關鍵的時候。如果不趁現在擴大產能，等電來了，咱們就錯過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聽孩子的吧，他從來不做沒把握的事兒。行，媽信你，但你得答應我，別把自己累垮了。媽，我身體好着呢。陳隊長嗎？上次那個冷庫你們做得很滿意，我現在要擴容，還要在外圍租個倉庫做第2個備用冷庫，今天就要開工，錢不是問題。他憑什麼？憑什麼過得這麼好？我不能就這麼認輸，我得讓所有人都知道，他江守安就是個趁火打劫的小人。江守安趁全城停電囤積居奇，發國難財，哄抬物價。对，就這樣寫，讓網上那些人罵死他。江老板，您這要求比國家標準還高出一大截啊！這牆都快趕上銀行金庫了。肉比錢還金貴，錢沒了能再賺，肉壞了就真沒了，必須萬無一失。守安，歇會兒，別一直站着。守安，你過來看看這個。媽，別擔心，這種帖子一看就是有人故意黑的，是宋磊吧？除了他，沒別人這麼恨咱們。爸媽，我認識一個美食博主，叫老圖阿福，粉絲好幾10萬，說話也公道。我想請他到咱們店裡來實地拍一期視頻，從進貨到切割到銷售全程公開，讓大家親眼看看咱們是怎麼做生意的。這個主意好，讓大家都知道咱賣的都是良心肉。我這就聯繫趙主廚幫忙牽個線，他和阿福認識。阿福，這位就是江守安江老板，我跟你說過的那個實在人。江老板，趙哥把你的事儿都跟我說了，今天我帶团隊來，把你店裡外拍個遍，讓那些造謠的人看看什麼叫真材實料。阿福老師，您隨便拍，我沒有任何保留，從進貨渠道到冷庫溫度，您想看的我都給您看。各位老壇們，今天阿福來到了一家備受關注的小肉鋪，有人說他發國難財，但阿福要帶你们親眼看看真相到底是什麼。江老板，今天我們能看看您的冷庫嗎？當然可以，跟我來。大家看，冷庫溫度始終穩定在零下18度到零下20度之間，濕度控制在60%到65%，這是最適合肉類長期儲存的環境。各位，零下18度，這個溫度可不是隨便什麼冷庫都能穩定維持的，尤其是在全城斷電的情況下。這是 A5級和牛，大家可以看紋理，雪花分布均勻，顏色鮮紅，沒有任何氧化發黑的跡象。我做了10幾年美食博主，好肉壞肉一聞就知道，這肉是頂級貨色，而且完全沒有任何變質的味道。看這個冷庫，零下18。江老板，阿福那視頻我看3遍了，你們家冷庫比5星酒店都專業。您過獎了，我們也就是把該做的事兒做扎實了。阿福那視頻今天早上破了50萬播放量了，底下評論全是誇你的，說你是良心商家，生鮮界的一股清流。多虧了您牽線，改天請您吃飯。你請我的次數還少嗎？以後別跟我客氣了。良心商家，他江守安配吗？
宋老板，1个月期限到了，钱呢？赵哥，再宽限2天吧，我再想办法了。给我打！不要！看够了就走吧。宋磊，别再让我更恶心你了。从头开始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就这破玩意儿也想挡住老子？谁？宋磊，我知道是你。你别过来！宋磊，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有下次了。宋磊啊，宋磊，你他妈就是条丧家犬！没了，全没了，什么都没了。走吧，是时候离开了。小苏干得不错啊！今天中午那2桌客人都夸菜干净呢。老板，我把菜洗了3遍才切的，保证干净。我看你是个踏实人。这样吧，试用期过了，从明天开始正式录用你，工資涨到3500。谢谢老板。姐，我工作的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定？你不是说那个开和牛店的宋磊能帮我安排国企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宋磊已经破产了。好了，国企的事儿是骗你。骗我的？那你当初信誓旦旦跟我說有門路。我為了你把我10年的婚姻都搭進去了，你知不知道我為了你那個所謂的工作說了多少傷害你姐夫的話？那你也不能全怪我呀。從現在開始，你自己管你自己吧，我幫不了你了。万丰冷链的陆明，那可是咱们市生鮮供應界的太子爺啊！全城70%高端餐廳的貨都走他家的冷鏈。陸明這人怎麼樣？表面功夫做得好，禮數周全，說話滴水不漏，但骨子裡是個狠角色。他父親陸萬豐打下的江山交到他手上，這2年吞併了好幾家小供應商。看來不是簡單的談合作。江老板，我是陸明，百聞不如一見。陸總客氣了，小店簡陋，見笑了。江老板這布局確實是用了心思。江老板，我直說了吧，萬豐冷鏈想收購你的肉鋪和冷庫體系，整體打包，我出這個數，500萬。陸總出手大方，500萬現金一次性結清。而且你可以繼續擔任這家店的運營負責人，我給你開年薪50萬，加上業績分紅，這樣你既拿了錢，又保留了工作，算是雙贏吧。陸總，感謝您看得起我，但我不能賣，我可以加價，不是錢的問題。這間肉鋪是我爸媽守了10年的心血，這裡每一塊磚，每一台冷櫃，都是我和家人一起打拼出來的，對我來說不是一門生意，是命。江老闆是重情義的人，我理解。不過，商場如戰場。
重情義是好事，但有時候也會變成軟肋。江老闆，我們後會有期。陸明，你這句話我會記住的。不過我江守安的軟肋從來不是情義，而是不守情義的人。守安，刚剛老周打電話來說，這周開始不給我們供貨了。老周，他幹了快5年了，怎麼突然斷供？他說是萬豐那邊有人給他打了招呼，說如果繼續給你供貨，萬豐就要停掉他的其他生意，他頂不住壓力。還有誰停了？老李的冷凍海鮮也停了，理由一樣，萬豐在供應商圈子裡放了話，讓他們2選1。爸，您別急，我早有準備。這位王廠長是退伍軍人，他家的基地規模比老周大得多，肉質也好，而且他跟萬豐一直有舊怨，不會受萬豐下手。你什麼時候認識的這位王廠長？去年在一次行業交流會上認識的，當時留了個心，沒想到這麼快就用上了。王廠長，我是江守安，江家鮮肉鋪的，我想明天親自去您基地拜訪一趟，有筆大生意想跟您當面談。江老板，歡迎歡迎，一路開車過來辛苦了。王廠長，久仰您基地生態養殖的口碑，今天特地驅車過來，冒昧打擾，主要是想和您洽談一份長期生鮮供貨合作協議。合作的事兒不急，你先坐下喝口水緩一緩，把最近城裡生鮮行業、萬豐冷鏈針對你的所有事兒完整跟我說一遍。沒問題，我全部如實跟您說明情況。萬豐陸家我們算是老熟人，早年我主動上門洽談供貨合作，對方覺得我機體量達不到他們的標準，全程態度傲慢，絲毫沒有洽談誠意。最後合作直接擱置。江老板，我這裡的豬牛羊全是生態散養，肉質比那些速成的強10倍，只是這些年一直缺個穩定的大客戶。我這邊可以優先給你安排一批現貨試供，不收定金，你拉回店裡檢測售賣，確認肉質、供貨時效全部達標，我們再擬定正式長期供貨合同。王廠長願意在這種時候出手幫我，這份人情我牢牢記住，後續合作我一定踏實長久經營，不辜負您的信任。守安，這批肉一看就是好東西，紋理、色澤、脂肪分布都比老周家的上了一個檔次。趙主廚，您幫我長長眼，看能不能上您酒店的菜單。這肉質比我上次從澳洲進的那批都不差。守安，你這是挖到寶了。陸總，江守安的新供貨商是隔壁市兴隆基地的王建國，我们之前跟那家基地有過節，不太好施压。那就換條路走。他在廚師圈的關係不是靠趙德全嗎？你去放出風聲，就說江守安的肉源不穩定，供應會斷，讓那些廚師自己掂量。明白了。江守安，你以為換了個供應商就能高枕無憂了？我要讓你知道，在這座城市的生鮮供應鏈上，誰說了才算。趙師傅，今天請您來是想跟您聊聊江守安的事。陸總，有話直說吧。最近有風聲說江守安的貨源斷了，靠一家隔壁市的小基地撐着，品質能不能穩定還兩說。趙主廚的酒店是高端定位，萬一食材出了岔子，影響到您多年攒下的口碑，那多不值當。陸總，您的好意我心領了，不過我老趙幹廚師30年，嘗過的肉比陸總見過的人都多。江守安現在的貨是好是壞，我一張嘴就知道。這樣吧，您要是信不過我這張嘴，明天中午我親自做一桌菜，請您來嘗嘗，用的全是江守安鋪子裡的肉。好，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陸總，3道菜品全部使用江家鮮肉鋪供應的原料，您可以品鑑一下。入口油脂分布均匀，肉嫩無腥，肉質確實很好。陸總，我從事高端餐飲廚師行業整整30年，接手品鑑過不計其數的生鮮原料，能分辨食材品質高低，靠的就是多年積累的食材判斷力。江守安這邊供應的肉類品質穩定，貨源可靠，長期合作完全沒有問題。江老闆，能拿到穩定優質貨源，你運氣確實不錯。陸總，突發機遇帶來的運氣只能支撐一時，長久經營依靠的永遠是貨真價實的貨品與靠譜的供應鏈。
宋磊，陆總让我来找你。陆总找我什么事儿？陆总给你一个任務，去查江守安的冷库有没有违规操作，这是他预付的定金。我进不去他的冷库，他那里的安保比以前严多了。那就另想办法，买通他新招的人也行。陆总只认结果。江老板，您看看这个。小刘，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你别管了，我会处理。你今天做的很对，以后这种事直接跟我说就行。另外，今天的工钱我多给你算3倍。江老板，您这么厚道，我肯定不能做对不起您的事儿。守安，你看对面万丰直接在你门口摆摊了，价格我看了一眼，比咱们便宜3成。守安，今天上午客人明显少了，都跑对面去了。爸妈，別急，萬豐的肉是普通冷鏈運過來的，放在常溫攤位上賣。今天天氣30多度，那些肉撐不過半天就出問題。咱們不跟價格戰，咱們把服務做細，從明天開始推出會員制，老客戶只要預存5000塊，就可以享受免費定制化分割服務，切多厚、切多薄，要什麼部位，全部按照要求精細處理。可是那些圖便宜的新客人怎麼辦？爸，咱們做的是品質生意，不是流量生意。那些圖便宜的人，等吃過萬豐的肉就知道區別了。江老板，我看門口貼了新的會員活動，是不是只要預存5000元，店內所有肉類都能按照自己想要的厚度免費定制分割？沒錯，您理解的完全正確。這塊羊排是今早老客戶李先生提前預定的。他特意要求統一2厘米厚度，後廚全部按照客戶個人需求精細分割，全程不額外收取加工費。這也太合我心意了！家裡孩子每次烤牛排、烤羊排都嫌厚薄不一，烤出來口感差別大。這個會員我現在就辦理。江老板，我經常採購西冷牛排，也需要定制切割，會員名額算我一個，現在就能登記嗎？我家裡聚餐需求量大，每次都要分不同厚度，辦理會員能省去不少麻煩，我也要辦卡登記。江老板，我剛才繞到街對面，簡單查看了一遍，他們露天攤位擺放的生鮮肉類表層已經大面積滲出水珠，現在室外氣溫居高不下，在露天擺放2個小時，這批肉就會氧化變質，完全無法售賣。知道了，去忙吧。守安，忙活一上午對賬，賬目核算清楚了，這週整體經營情況怎麼樣？爸，這一週雖然客流沒增加太多，但會員辦了60多個，平均每個會員預存了8000塊，光這一塊就進了將近50萬的現金流。60多個人，每人都預存8000，這麼多客戶願意信任咱們。而且這些會員都是我們的核心客戶，每週至少來2-3次，買的都是高端貨，客單價高，復購率高。那對面萬豐呢？他們的價格戰撐不了多久，這種天氣，他們每天要損耗至少2成的肉，賠本賺冤好。我算過，他們每天淨虧至少2-3萬，而且我聽說電力快恢復了，等電一來，全城的肉鋪都能正常營業，價格戰就徹底沒意義了。陸總，價格戰這一周的累計虧損已經超過20萬，加上配送損耗，實際虧損接近30萬。江守安那邊客流減少了多少？高峰期少了大概3成，但他的老客戶流失率很低，而且他最近推出了會員制，預存款收了不少，現金流反而更穩了。陸總，還有一個消息。電力局那邊剛發通知，全市電網修復基本完成，預計3天後全面恢復供電。3天嗎？把臨時直銷點撤了吧，再開下去沒有意義了。江守安，你這是算準了我會耗不起啊。我停電那陣子在別家買的肉拿回去沒半天就出水了，還是江老闆這裡的肉新鮮，放冰箱2-3天都不變色，可不是嘛？我停那幾天買了好幾家肉鋪的貨，就江老闆的最穩當，以後就認他家了。店來了，但口碑已經種下了，這一局我穩了。江老闆，這次請你來不做生意，我就想問你一句話，你當時是怎麼預判到會全城停電的？陸總，如果我說是直覺，您信嗎？我信。
商業场上有些人就是有这种直觉，但这直觉的背后一定是大量的观察和积累。这一局我输了，输在低估了你的準備和定力，但我不覺得丟人，反而讓我看清楚了一件事：這座城市的高端生鮮市場有姜老板這麼一個人，我陸明也高興。以後我們公平競爭。我從來不怕競爭。谁？任務取消，你什么也没查到，定金要收回一半。什么？我都已经找好人了，就差一步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事情办成。陆总说了，计划有变，江守安的事儿到此为止。这1万是剩下的定金，你留着吧。4万块，我宋磊这辈子就值4万块。宋磊，你输了，输得干干净净。走了也好。小苏，今天中午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快1倍，你这后厨功不可没。老板，您教的好，我刚来的时候连菜都认不全。下个月开始给你升后厨主管，工资再加1000。谢谢老板。各有各的路。守安，今天送货的时候是不是碰見什麼人了？碰見蘇之遙了，他在餐館打工，看着挺好的。他走了自己的路，你也走了你的路，都是好路。媽不攔着你念舊情，但媽只告訴你一句話：抬頭往前看。媽，我知道，我現在心裡很踏實，沒什麼放不下的。守安，街口張姐送來的西瓜，說感謝你共享店的事兒，她還說整條街的商戶都商量好了，以後咱家肉鋪有什麼難處，大家一定都幫。這條街的燈火一盞一盞都是我自己點亮的，和從前不一樣了。守安，你要開分店了？我在城南看好了一個鋪面，比現在這個大1倍，有獨立的停車場和卸貨區，非常適合做品牌旗艦店。開分店會不會太快了？咱們現在雖然賺了些錢，但畢竟根基還沒完全穩。媽，品牌這東西越早立起來越值錢。我現在有了穩定的供應鏈，興隆基地的王廠長已經和我簽了3年長合同，有了口碑和會員基礎，只要複製標準，第2家店很快就能盈利。守安，你那分店開業的時候，我肯定把能叫得動的大廚全叫來撐場上。既然想好了，就去做吧。守安，你看這排場比你當初那間小店氣派多了。一間鋪子是活計，一個品牌是根脈，我江守安終於把根扎深了。守安，歇會兒吧，湯趁熱喝。媽，您坐會兒。兒子，你還記得幾個月前咱們在那間小店裡是什麼光景嗎？記得，什麼都記得。那時候我以為自己這輩子完了。現在呢？現在我心裡有底了。
上一世跳下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抓住，这一世我把能抓的都抓稳了，活着真好。江哥，头茶麒麟瓜特意给你留的，谢了。你水果摊最近怎么样？回头客越来越多，我爸我妈都来帮忙了。守安，今晚包韭菜盒子，给你送一盘。守安，你现在是这条街的主心骨了。当初你拉那根电线，不光拉了电，还拉了整条街的心气儿。重生之前，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赚钱，重生之后才明白，要紧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光亮。有光就有路。小蘇，这个月工資加季度獎金多出來的2000是你應得的。下個月我開分店，後廚主管還是你的，工資再漲1000。老闆，謝謝您，但我想攢點錢，等穩一穩，自己開個小店。有志氣，到時候開店我去捧場。日子破過，路也斷過，但只要還能動，就總能重新邁出腳。江守安，希望你也好好的。路過，看看你這旗艦店，聽說你的手冊要報商務局當範本了。八字沒一撇，只是試試。江守安，萬豐冷苑新開了一個應急品質保障項目，我想請你當顧問，不收購不控股，純合作，你願意嗎？你是第一個讓我覺得輸了也不丟人的人，這份合作是誠心的。我接。手冊寫好了發我一份，萬紅也得學學。知道了。守安，下個月37家店全線供應，靠你了。周總放心，從冷庫到運輸，每一步都過了3遍檢。上一世我跳下去的時候，世界是黑的；這一世我活過來了，世界是亮的。該寫的都寫了，該做的都做了，剩下的路慢慢走就行。